青蛙王子，青蛙与公主的相遇。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，她最喜欢在宫殿旁的小池塘边玩耍。池塘边长满了翠绿的草地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像铺了一层闪亮的金粉。公主穿着一件银白色的洋裙，裙角随风飘动，手里拿着一颗闪亮的金球，这是她最珍爱的玩具。她高高兴兴地抛着金球，看着它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，然后又稳稳地接住。她笑得像铃铛一样，声音清脆动人。有一天，公主如往常一样在池塘边玩耍，就在她用力抛出金球时，金球竟然飞得太高、太远，越过她的头顶，咕咚一声，落进了池塘中央。那是池塘最深的地方，水面波纹不断扩散，最后又恢复了平静，金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公主愣住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然后突然蹲下来，捧着脸哭了起来。她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掉进草地里，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：“我的金球呀，它是我最喜欢的东西，我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却带点奇怪的声音从水里传来：“美丽的公主，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”公主抬起头，惊讶地看到一只丑陋的青蛙从池塘里游了上来。它的皮肤又绿又湿，还有点滑滑的，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。公主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但青蛙看起来并没有恶意，甚至还带着一点关切的神情。公主抽噎着说：“我的金球掉进池塘里了，它沉到最深的地方，我再也拿不回来了。”青蛙歪着头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如果我帮你把金球捞上来，你会给我什么作为回报呢？”公主急忙说：“你想要什么都行，无论是珠宝还是皇冠，或者其他我拥有的东西，我都愿意给你。”然而，青蛙却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要你的珠宝或皇冠，我只想成为你的朋友。我要和你一起吃饭，坐在你的餐桌旁，和你一起睡在你的枕头上。如果你答应我，我就帮你捞上金球。”公主瞪大了眼睛，心里满是不情愿。这只丑陋的青蛙竟然想和我做朋友，还要睡在我的枕头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过，她又偷偷地想，它只是一只小小的青蛙，怎么可能真的跟我回宫殿呢？就先答应他吧。于是，她挤出一个微笑说：“好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帮我捞上金球。”青蛙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即跳进池塘。它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水面下，只有一串小水泡冒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它再次浮出水面，嘴里小心翼翼地叼着那颗闪闪发亮的金球。青蛙游到岸边，将金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，然后对公主说：“你的金球，拿去吧。”公主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连忙捡起金球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笑容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。然而，她并没有停下来向青蛙道谢或兑现承诺，而是转身跑回宫殿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哈哈，我的金球回来了！”青蛙在她身后喊道：“公主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”但公主像没听见一样，很快消失在小路尽头，只留下青蛙独自坐在池塘边。公主与青蛙的第二次见面。第二天早晨，金色的阳光洒进宫殿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。公主和国王一家正在愉快地用餐，清脆的刀叉声混着柔和的谈笑声。公主正低头品尝着她最喜欢的草莓果酱面包，仿佛昨天的一切已经被抛到了脑后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宫殿外突然传来敲门声。国王放下手中的杯子，皱着眉头问：“是谁在敲门？”公主的脸刷的一下变得苍白，她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她走到大门前，心跳得像鼓一样快，手在门把上停了一会儿，才鼓起勇气拉开门。一开门，她的眼睛立刻瞪得大大的，门外竟然是昨天那只丑陋的青蛙。青蛙仰起头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美丽的公主，开门吧。”
记得昨天你在池塘边对我说的话吗？你答应过我要做我的朋友。”公主又惊又怕，脑海里立刻浮现昨天的场景，内心满是懊悔。她急忙关上门，气喘吁吁地回到餐桌旁，尽量装作若无其事。国王注意到她的异样，温和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孩子？”公主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，直到国王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，她才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昨天我在池塘边丢了金球，一只青蛙帮我捡了回来，但我答应他要做他的朋友。”国王听了，脸色变得严肃，他说：“公主，我的女儿，无论你有多么不情愿，承诺都是不能违背的。去把青蛙请进来吧。”公主无奈地走到门前，慢慢地打开门。青蛙看到公主，立刻跳了进来，用那双大眼睛看着她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把你的盘子推过来，让我一起吃吧。”公主皱着眉头，充满嫌弃地把自己的盘子推过去，青蛙毫不客气地开始吃了起来。她的舌头飞快地卷起盘子里的食物，每一下都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，让公主的眉头皱得更紧。她的弟弟妹妹在一旁偷偷地笑着，但国王却瞪了他们一眼，示意要尊重客人。青蛙吃饱后，满意地擦了擦嘴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我累了，带我去你的房间吧。”公主听到这话，差点气得跳起来，这太过分了！一只青蛙居然还要睡我的房间！但国王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必须要履行承诺。”公主想要辩解，但看到父亲坚定的目光，只能无奈地答应了。她心里暗自埋怨，脚步沉重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，而青蛙则一蹦一跳地跟在她身后。青蛙恢复原状，公主无奈地把青蛙带到了自己的房间。青蛙用那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公主，我的枕头呢？把我放到你的枕头上吧。”公主皱着眉头，不情愿地捏起青蛙，把它放到了枕头上。青蛙舒舒服服地躺下，还露出一副满足的表情。“这真是一个柔软的枕头，谢谢你。”公主忍着厌恶，冷冷地问：“这样就好了吗？你满意了吗？”青蛙却摇摇头，抬起滑溜溜的小手，用认真的语气说：“美丽的公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你必须亲吻我，这样诅咒才能解除。”公主听到这话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什么？亲吻你？你这只黏糊糊的青蛙！”她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青蛙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哀求，轻声说：“如果你能这么做，我就能恢复原本的模样，我会永远感激你的。”公主看着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，心里充满了挣扎。她从小被教导要善良、守信，想到父亲告诉她要履行承诺的话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不过就是亲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”于是，她闭上眼睛，慢慢地靠近青蛙，轻轻地在他的头上亲了一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奇迹发生了。青蛙的身体突然开始发光，一道金色的光芒笼罩住它，闪耀的让公主忍不住后退一步。光芒散去后，原本的青蛙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英俊的王子。王子有着褐色的头发和深邃的蓝眼睛，他穿着华丽的长袍，微笑着看着公主。他鞠了一躬，温柔地说：“亲爱的公主，感谢你的善良和勇气，是你的吻解除了我的诅咒。”公主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说：“原来你是一位王子。”她的脸上泛起了红霞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王子点点头，解释道：“我原本是一个王国的王子，但因为拒绝了一位邪恶巫婆的求婚，她一气之下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。只有一位善良的公主愿意亲吻我，我才能恢复原貌。”公主的心情从厌恶变成了惊喜，看到眼前这位英俊的王子，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。王子深深地看着公主，单膝跪地，温柔地说：“美丽的公主，感谢你解救了我，让我重获自由。我已深深被你的善良与勇气打动，
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守护你。请问，你愿意成为我的王后，与我一同回到我的王国吗？”公主听到这些话，心中泛起阵阵暖意。她看着眼前英俊又真诚的王子，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。“我愿意。”于是，王子牵起公主的手，带她坐上华丽的马车，返回了他的王国。在那里，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